因为都是旗舰级的产品，所以基本性能呢都是在水准之上。重点呢是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应奇。首先呢，感谢大家的订阅与观看，还有就是在影片上的留言鼓励和提问，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讨论聊聊。我会尽量分享我知道的器材心得。那你不知道的嘞？那就继续开箱咯。因为不少网友留言询问几张微粘胶皮之间的对比，刚好也是我想做的企划之一，那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一下咯。这次呢，算是新皮开箱以及性能对比。除了经典的蝴蝶 D09C 之外，再加上上次开箱过的 Stiga Dragon Power， 那另外两张呢是 Victus 的 V-Shoe Sticky 跟 T-Bar 的 K3 Pro， 分别是由德国的都达选手以及法国的 LeBron 两兄弟使用中。那这两张胶皮呢也是近期的热门胶皮，所以也会加入这次的试打。话说这次胶皮对比的企划真的是超级大手笔的，所以感谢博尔桌球这次的器材赞助。为了可以尽量公平客观的测试对比，我特别挑选了3支调性接近的 Viscaria， 重量呢大约都是90克左右，再加上4张全新的胶皮，所以那我们先针对这4张胶皮的上胶、颗粒结构与海绵这3个部分做一个初步的比较。这4张胶皮的上胶粘性呢，其实感觉蛮接近的。然后 K3 Pro 的上胶看起来好像相对略薄一些，不过这还是需要精准的仪器去进一步的测量。再来是颗粒结构的分布， V-Shoe Sticky 跟 D09C 颗粒间距差不多，而 Dragon Power 跟 K3 Pro 的颗粒间距比较紧密一些。海绵的差异则是比较明显， K3 Pro 的海绵孔径最小， D09C 和 V-Shoe Sticky 都是中等孔径的蛋糕海绵，而 Dragon Power 的海绵孔径则是最大，除了 V-Shoe Sticky 是 52.5 度，其他3张的海绵硬度大约都是55度左右。虽然这4张胶皮的海绵硬度不太一样，不过我们还是以整体的性能表现与试打的感受为主。其他张皮都已经先贴好咯，接下来只要再把这张 Dragon Power 贴上去就可以准备试打咯。V-Shoe Sticky 正反手攻球的手感还不错，刚开始小力量击球会觉得稍微有点闷，不过稍加力量就可以感受到良好的持球感，速度中上，而且落点控制相当容易。弹性球的手感跟落点指向性都很好， V-Shoe Sticky 对于旋转的控制蛮轻松的，调打跟拧球的弧线都做得很不错，可以放心的上手进攻。V-Shoe Sticky 正反手的基板衔接快带，上台率真的是超级稳定的，操控性极佳，而且有一种越发力越稳定的感觉。Dragon Power 攻球的第一感受就是弹性极佳，所以小力量就有很不错的回球质量。不过弧线相对比较低平一些，速度快，但要注意一下落点的控制。Dragon Power 的弹性好，台内球比较容易冒高或错出台，因为出球弧线比较低平，
台内进攻需要多加点摩擦，来增加上台的稳定度。Dragon Power 的力量感十足，起板后衔接快带的威胁很大，落点最为深远，更容易压迫对手，制造得分的机会。K3 Pro 正反手攻球的手感很好，中小力量的透板感受最舒服，而且弧线也是饱满稳定，落点控制有数，而且旋转强烈。K3 Pro 的台内球控制也是相当的不错，弹性中上，而且出球弧线稳定，再加上扎实不虚弹的海绵手感，攻防转换的操控性极佳。K3 Pro 的起板稳定，衔接快带的速度也不错，力量感受虽然小了一些，不过强烈旋转仍是 K3 Pro 的主要特色。D09C 正反手攻球的手感扎实，中小力量可以感受到胶皮的整体韧性较强，旋转强烈，而且回球路径较长，落点也比较深远。D09C 的台内球控制极佳，容错高，而且弧线稳定。虽然速度中上不算太快，但搭配强烈的旋转，依然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手。D09C 起板的力量感受明显，衔接快带的球质厚重，而且威胁性高，高质量兼具稳定度，是实战中最大的亮点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终于打完了，一个晚上大战4回合，真的太辛苦了。你累了吗？等等，工商成品你拿错了啦。那这4张胶皮的试打其实蛮有趣的，因为都是旗舰级的产品，所以基本性能呢都是在水准之上。重点呢是每张胶皮都有各自的特色跟优势。不过残酷排名的话，还是要给大家来排一下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单项的性能表现。以旋转来说的话，也许是上胶相对较薄的关系 ，K3 Pro 在处理部分台内球感觉更容易一些。不过整体而言 ，K3 Pro 跟 D09C 的旋转表现不相上下，而 Visual Sticky 跟 Dragon Power 则是并列在后。那速度表现呢就比较单纯一点，基本上就是看海绵提供的弹性。Dragon Power 的弹性最好，速度最快，而 D09C 跟 K3 Pro 速度上差不多。Visual Sticky 的话就相对慢了一点点。以力量表现而言 ，D09C 在进攻环节上都有很好的表现，整张胶皮的支撑力跟 Dragon Power 差不多。Visual Sticky 跟 K3 Power 的力量感就相对小了一点。不过说到控制的话 ，Visual Sticky 的上台率明显更好。也许练球的爽度没有其他胶皮那么好，没错，但比赛 play 的稳定度真的很令人放心。可以更容易发挥出自己的技战术。D09C 跟 K3 Pro 的控制也还不错，而 Dragon Power 因为速度快，台内球的处理就相对差一点咯。看完了单项性能的比较，当然要再看一下整体的综合表现。Visual Sticky 有着不错的进攻能力，而且在防守跟控制的表现特别好。整体的球风呢，以稳定的相持为主，再找机会转守为攻。K3 Pro 则是旋转的表现亮眼，利用发球中近台的旋转质量打出优势，再加上 K3 系列的胶皮相对轻一点点，近台摆速加两面快撕快带，绝对是得分的关键。Dragon Power 的速度基本上没话说，明明是一张微粘胶皮，但速度却不输色皮。虽然牺牲了一点控制跟稳定度啦，不过有一位睿智的长者曾经说过：天下武功，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。那 D09C 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大哥，我觉得算是扛住了这波新产品的冲击。虽然 D09C 有几个单项性能没有最高分，不过赢在整体的性能表现更全面、更均衡，而且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，在实战中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。那你自己会用哪一张胶皮啊？花影旗呢？当然是
我全都要。希望大家对这几张胶皮呢有更多的认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胶皮的选择呢还是要搭配个人的打法与风格，毕竟适合自己的器材才是最好的配置。其实还有不少优秀的微粘胶皮，像是 Donica 的 A1、Jula 的皇朝 ZGR， 还有 Sean 的 C55， 其实都是蛮值得大家去尝试看看的。那我们这次的微粘胶皮大乱斗就准备告一段落咯。欢迎留言分享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张胶皮，或者是你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留言跟我说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你这次器材到底花了多少钱啊？还好啦，没有很多。那还有钱买 Q 币的罐罐吗？应该还有吧。